此时漆黑而平静的海面上，一艘悬挂日本国旗的科考船正在平稳行驶。在没有进入魔鬼西风带之前，海面算得上风平浪静，无论是大船还是小船，彼此之间都能通过船用雷达看到。在方圆几公里内的海面上，一共只有这一大一小2艘船。这艘日本籍科考船便是吴柏林此次的目标。纵使他的实力也无法靠一己之力横穿整个魔鬼西风带，所以他必须要找一艘科考船搭个便车，最好是能在南极找个落脚之地。而这些天从乌斯怀亚启程的科考船中，只有日本这一艘东亚船只。虽然对吴柏林来说，上一次见日本人还是在甲午战争时期，但他知道，因为同属东亚，华夏人和日本人在体貌特征上并没有太大差别。混迹在日本科考队里，对自己来说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眼看2艘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吴柏林正准备等再靠近一些，便直接一路踏水登船，却没想到对方在雷达上发现2艘船距离越来越近时，便主动修正方向，准备在安全距离内绕过去。吴柏林见此，立刻让吴思远通过对讲系统向对方发去求救信号。吴思远用流利的英语在对讲系统内喊道：“求救，求救！这里是 ARG7717，我们的船只失去动力，船只损毁进水，即将沉没，请求 JRC5990 帮助。”此时 IMO 编号为 JRC5990 的日籍科考船内，值班驾驶员第一时间用对讲机呼叫船长佐藤船长：“我们收到一艘 IMO 编号为 ARG7717 的船只呼救，对方距离我们大约5海里，船只遇到故障，即将沉没，请求指示。”对讲机内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不要理他，全速前进，我们没有时间在阿根廷的小船身上浪费时间，让他们联系阿根廷海事救援部门去吧。”值班驾驶员下意识道：“可是对方就快沉没了。”船长冷冷道：“八嘎，就算沉没又怎么样？我们跨越上万公里到这里，是为了执行日本南极科考的光荣使命，不是来拯救阿根廷渔民的。他们的死活与我们无关，全速前进。”值班驾驶员无奈，只能恭敬地说道：“嗨一，我知道了，佐藤船长。”渔船内，吴思远眼看着雷达上对方越来越远，而且移动速度越来越快，黑着脸说：“妈的，这日本科考船非但不过来营救，反而加速绕道跑了。混账！”吴柏林怒骂一句：“你不是说现在的人都越来越友好了吗？还说都有什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，怎么还有见死不救的？这他妈算什么人道主义？”吴思远也很郁闷，就是他给吴柏林出了这么一个主意，因为他觉得反正吴柏林能用灵气控制别人心神，只要把日本科考船骗过来，剩下的交给他就是了。可谁料想这日本船非但不来，反而加速逃走，这也太不讲国际道义了。无奈之下，他惭愧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大长老，是我高估他们的人品了，要不咱们再等等吧。今晚还有一艘科考船出港，是加拿大的。”吴柏林也来了脾气，咬牙道：“不行，老夫咽不下这口气，给我开足马力追上他。”吴思远见吴柏林态度坚决，劝说的话咽回了肚子里，转脸对开船的人说：“加速追上去。”吴思远搞得这艘渔船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，他的船体以及动力系统都是做过很大升级的，真要是提起速来，追赶万吨大船可谓是轻轻松松。于是渔船立刻开足马力，朝着日本科考船追了上去。在距离科考船还有不足1公里的时候，吴柏林看着那艘船的尾部，感受着对方尾迹给渔船带来的影响，对吴思远说：“行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自己登船。”吴思远赶紧说：“大长老，这船上都是日本人，您不会日语也不懂英语，怕是没法交流啊。”吴柏林冷哼一声道：“我就不信一整船的所谓日本科考专家，找不出一个会汉语的，要真是找不出来，老子就把他们的船凿沉，等加拿大的船。”吴思远问：“大长老，那我们要不要先在此等候？”“也行。”
吴柏林说，你们就远远地吊着，1个时辰内，若是发现这艘船沉了，你们就靠近接我，如果船没沉，就证明我找到了会汉语的人，你们就可以回去了。吴思远点点头，说，好的，大长老，属下遵命。吴柏林轻轻抚了抚衣袖，双手负在身后，脚尖在甲板上轻轻一点，人就已经腾空而起。待他即将落在水面之时，他将灵气汇聚脚下，使得脚底与海面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。紧接着，身体便在海面健步如飞，以极快的速度无声移动，移动的速度远比轮船行驶的速度快。眼看冲到科考船跟前，他脚尖再次轻轻一点，人便已经腾空而起，腾起的高度将近100米，一个抛物线便直接朝着日本科考船的驾驶舱落去。此时的船员并未察觉到什么异常，由于那艘渔船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行驶，而且并没有完全贴上来，所以也没有触发雷达的任何警报。值班驾驶员只想着趁下一股风浪还没来，尽快驶入魔鬼西风带，以免风浪来了增加风险，所以一心都放在航向的正前方。再加上这处海域从来没有过海盗，所以他根本没什么防范心理。就在他和一众船员一同操控轮船全速前进的时候，全然不觉已经有一道人影自船顶来到操控室门外。就在大家各自忙碌的时候，操控室的大门忽然被人打开，一道身影站在大门处，表情冷峻又带着几分狰狞。操控室内的船员们被这忽然进来的陌生人吓了一跳。这艘船1个多月前从日本出发，船上有一部分是船员，一部分是科考队成员。这2波虽然之前并不认识，但经过这1个多月来的接触，每个人都能混个脸熟，不太可能忽然出现一个从未见过的人。可是这茫茫大海上，除了自己船上的人，又会有谁呢？驾驶员下意识地用日语问道。阿纳达。吴柏林没等这日本人说完，直接用犀利的眼神环视众人，冷声说道，谁会说汉语？给老子出来说话！话音一出，在场10几人眼神瞬间一怔。对吴柏林来说，定住这些人的心神不过就是一念之间，只是定住他人的心神不代表能控制他们，只有能听懂他命令的人才会听他的话，受他控制，其他听不懂他命令的此刻已经如失去意识一般，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很快，从被控制住的这些人中走出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上前几步，来到吴柏林面前，用流利的汉语说道，我会说汉语，大学是在华夏读的。吴柏林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对方恭敬地说，我叫松下平吉。吴柏林厌恶的摆摆手，什么松下松上的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叫狗腿子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全心全意做什么。对，我要自称在下，明白了吗？松下平吉立刻虔诚无比地说道，在下遵命。吴柏林嗯了一声，问他，狗腿子，我问你，你们船上一共多少人？松下平吉说，船上有26名船员，以及22名科考队成员。吴柏林皱眉问道，我刚才让人从渔船上喊救命，你们为什么不帮忙？松下平吉赶紧说道，不是在下不愿意帮忙，是船长他下令全速前进，在下也只能照办。船长。吴柏林冷哼一声，随即张开右手，强大的灵气自手掌四散，无形中将整艘科考船全部围绕。只这一瞬，整艘船所有人的心神都被他彻底定住。随后他看向松下平吉，冷声道，你现在用日语喊话，让全船所有人听你号令，一切为你马首是瞻。松下平吉立刻照办，拿起对讲机的手咪，将频道切换为全船广播，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通，大概意思就是所有人从现在起必须严格听从他松下平吉的号令。见他说完，吴柏林又道，交代所有人正常进行手头的工作，跟外界联系也和往常一样，不要暴露任何破绽。这些人此刻都像是一台等待命令的机器人，只等着一个命令下达
然后就本能的服从。所以，当松下平吉用日语给他们命令之后，所有人立刻投入原本的工作之中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只是，一旦松下平吉下达命令，他们都会全力以赴地执行。而松下平吉本身又只会听从吴柏林一人的命令，所以对吴柏林来说，只要借用松下平吉的中日语能力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所有人。紧接着，他便对松下平吉说道：“狗腿子，用对讲机把你们船长给我叫过来。”松下平吉恭敬地鞠躬，随后立刻拿起手咪，向船长下达命令。很快，头发花白的船长便匆忙赶了过来。见他进门，松下平吉便对吴柏林说：“这位就是我们的船长。”吴柏林眼神如炬地盯着他，本想一掌把他打为齑粉，但转念一想，这孙子既然是船长，专业能力肯定过关，自己接下来还要这帮人替自己办事，不能把资历最高、经验最老的船长给干掉。不过，一想到这王八蛋刚才见死不救，吴柏林心里又有些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便对松下平吉冷冷说道：“你让这个王八蛋把衣服脱光，去船头给老子罚站。”